英国出现更严重危机，为何美国人心态崩了？各国都在努力的时候，唯独美国什么都没做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近期，英国出现新变种病毒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注。新冠病毒变异实际上并不罕见，迄今为止，专家们已经找到上千种新冠病毒的变种，大部分病毒突变对病毒的传染力以及症状都没有影响。可为什么英国新冠病毒变种值得关注？根据英国卫生专家称，新变种毒株要比原始毒株传染性高70%。早在10月底，挪威就发布消息称，经过专家对病毒的初步检测，发现新变种病毒。伴随着疫苗的出现，暂时还不知道新变种病毒是否会对人造成严重影响，导致疫苗失效。目前，英国方面正在积极的研究中。当前，欧洲各国的处境都变得十分艰难。虽然已经做了严格的防控，但是可以看到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并未得到缓解，仍然在大幅度上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新冠病毒新变种在欧洲出现，这一度引起欧洲各国人民的恐慌，尤其是美国人。新变异病毒正在英国大范围迅速扩散，情况十分严重。很多国家为了避免殃及池鱼，早已经先一步关闭了与英国之间的边境往来通道。显然，在欧洲各国还在陷入疫情危机的时刻，他们并不希望新变种病毒再次加剧本国的危机局面。为了自保，他们选择与英国划清界限。然而，美国纽约州长对此非常担心。明明英国出现新变种病毒，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航班至今未停止。大量的航班抵达纽约机场，倘若其中有人感染新变种病毒，美国无异于要面临新病毒的重创。再者，这些抵达纽约机场的大量英国人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的核酸检测。新变种病毒已经传播至意大利、丹麦、澳大利亚、荷兰以及南非等5个国家。倘若放任该病毒继续传播，全球疫情必定进一步加重。最新消息显示，加上立陶宛、以色列等国家，已超过14个国家宣布禁止英国航班入境。与此同时，针对新变种病毒的情况，120个国家要求获得来自英国旅客的核酸检测证明，或者检测报告显示阴性的核酸结果。除了美国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在为疫情做防控措施，可该国什么都没有做。至此，不少美国人心态崩了。很明显，美国到现在都没有吸取教训，国内疫情确诊人数仍然在大幅度上涨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，新变种病毒也伴随而来。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实在让很多美国人气愤。如若可以在登上飞机之前进行核酸检测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。可美国在面对困难时，偏偏什么都没做，这样等同于连战胜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，美国还如何承受接下来的一波冲击？印度抗中神剧开拍，精神胜利法出现了。我国人为何自愿认输？什么事情中国人做不到，印度人却可以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最近，印度人正在边境拍神剧，在国内疫情越发严重，边境面临一系列困境的情况下，印度还在想着如何战胜我们。不过这一次不是真刀真枪，而是在剧里。都知道今年夏天，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过一次冲突事件，导致20多名印度士兵死亡，一度引发印度人众怒，至此才会有现如今边境局势紧张、持续对峙的情况发生。可哪怕是这样，他们也明白，真要是较量一番，印度并没有胜算，但也不甘心就这样失败。根据网络上流传出印度拍摄电视剧的一些现场画面，其拍摄的主题就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。数十名扮演中国军方以及印度士兵的演员们在拉达克地区爆发冲突，随着开机令一下，扮演印度士兵的演员们拿着铁棒武器直冲扮演中国军方的印度演员，最终俘虏了中国军方一大胡子军官。电视剧的剧名就是《加勒万河谷》，讲述的是今年6月份在该地区爆发的冲突一事，至于其中的真实性就不言而喻了。倘若未来该剧真的在印度播出，
我们当个笑话看就行。不过就目前流露出来的照片来看，这部剧应该不会出现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这几个字，反而可能会出现本故事纯属虚构。当然，以印度一贯夸大其词、弄虚作假的作风，这戏演着演着，估计连自己都信了，也许会称其为是事实。想不通的是，今年6月份边境所发生的那场冲突，其真实情况如何，了解的人都非常清楚。印度因为后勤补给、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致命缺陷，让受了轻伤的印度士兵转重伤，重伤导致不治身亡。反观我国在边境配备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，例如吸氧机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冲突中的人员伤亡。两者相比，我军完胜，就算在战斗意志上也是如此。结果印度却把这场给全世界都知道的一场惨痛的败仗拍成神剧，喜事丧办。印度人的想法还真是独特，大张旗鼓地向世界宣扬自己的惨败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人。外界对于印度此次举动有众多猜测，例如名正言顺向莫迪要钱、要补给的权利，获得更多的支持；再例如此举像是一场表演，以转移国内注意力。无论取决什么样的目的拍摄这部剧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印度再一次成为了国外网友的笑谈。有评论是这样说的：不过该国也确实是赢了中国人一次，虽然是在剧里，但也算是给了印度人一个心理安慰。不愧是印度，这事儿要是搁在我国人身上是怎么都干不出来的，而印度却能轻易做到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。如此说来，印度也不是一无是处，什么都被我国踩在脚底下的。死亡人数将会持续上升，可面对如此情况，为何美国还能保持得如此平静，根基也丝毫未动摇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，疫情仍然在全球大幅度蔓延，尤其是美国，一路为新冠病毒开绿点不说，甚至还为其铺路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美国累计确诊人数高达1868万，死亡人数超过33万。伴随着美国确诊病例仍在增加，死亡人数将会持续上升。可面对如此情况，为何美国还能保持得如此平静？突破30万的大关，这要是搁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，估计都不会像美国这样，不仅不关心，反而还在忙着在世界多个地区搞军事活动，挑衅军事矛盾。不过换句话来说，该国也确实有面对疫情危机局面如此平静的底气。疫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，可该国的根基却没有丝毫动摇，仍然稳居自己的霸业。疑惑的是，美国由于国内疫情严重程度的不断上升，导致经济也面临极大的危机。如此一来，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，美国的根基为什么没动摇？其一，在美国人眼里，新冠疫情只不过是一种大号流感，会有人因此死亡很正常，他们根本没有对此重视起来。所以疫情刚开始在美国蔓延时，保命还是保经济，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。再者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有他们自己所谓的自由理想，认为只有自由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是否戴口罩的问题上，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。其二，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已经顺利将疫苗研制出来了，并且已经开始接种。一旦疫苗有效，疫情就会得到逐步的控制，民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也会大大降低。最后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，美国人非常相信群体免疫论的说法，而这主要来源于他们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。在他们看来，适者生存是最正常不过的理念。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，身强体壮、资本雄厚的人才能活下来，其余体弱多病、穷困潦倒的人，死亡倒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。简单点来说，他们认为死亡的30多万人对美国社会没有一点贡献，反而还是社会的负担。就如外界所言，恰恰相反，死亡的人数越多，反而更合他们意。虽说现在美国确诊人数很多，但是比较之下呢，死亡人数并不算多。一旦美国人都能顺利接种疫苗，届时该国的经济就会很快回升。也正因如此，使得美国在特朗普的胡作非为之下，也没有对该国根基造成什么影响。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，美国的霸权衰落仍然会是相当缓慢的过程，至少未来20年至50年，美国都不可能因为一些问题就此倒下，因此我们始终不能懈怠。